个人觉得年轻人，你不管再怎么悲观，你现在也必须要乐观，因为只有乐观的人才能往后走。你悲观的人早都根本活不到那个时候，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能够活下来的人，要么就是在将就，要么就是稍微乐观一点的。每天充满一痛苦的这种情绪中间，你根本活不了多久了。你觉得这种是你自己的安慰呢，还是觉得你真的觉得你相信你能够未来能够有所突破？两者都有吧，毕竟人还年轻嘛。也许30岁以后我的回答会不一样是不是但是我现在你30岁以后再来看这段视频对，这本来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他喜欢大放厥词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喜欢讲一些很大的空话，但我这人讲话还是比较严谨的本来就是你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的话你讲出的话和你的做事风格都不一样。我的感觉就是你不管你今天把话说得多么满但是你这人终究是逃不过这个现实的折磨。但我的经历告诉我，就是不要怕立 flag，然后去立去干。是啊，哪怕失败了，我不后悔。我觉得对呀，我拼过了，我失败了也无所谓，我努力过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嘛，我说现在你不管你想不想，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必须要乐观。你不乐观的话，你根本就首先第一点，你自己就活不下去。你天天就陷在那种负你还不说你对不对得起谁的一个原因，你就你自己都活不下去，你还不说你对不对得起谁这个话题？对，以前我不了解为什么那么人得抑郁症啊，然后我后面去看了一下抑郁症，他们说抑郁症他们就是看到什么事情他都是往悲观的方向去想。我妈也是这样的人我妈她任何事情都是往最坏的处想她永远都不会哪怕一点点，她不会往好的角度想，所以我跟她的意见从来就不合我说既然那么悲观，现在就算了有什么好悲观的呢？生下来活下去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活不下去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就有时候我情绪反应激烈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你有什么好悲观的？你天天悲观这悲观那的那你不就是结局就是吗？那你还有什么结果？还有第二条路吗？反正你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对呀。你天天这也看不开，那也想不开，那你活着干嘛？活着也没有意义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跟他完全不一样的考虑我不管他明天怎么样我先是不是？我先高兴了再说我先往前走了再说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因为你也没得选择你没得选择，你天天把自己搞得那样干嘛呢？但现在我是发现很多年轻人确实现在那个挺悲观很悲观的人都是一些没有吃过苦的人我会这样说他们可能就是吃过脑力的苦觉得没怎么吃过体力的苦或者就两者吃过其一你如果真正的两种苦都吃过的话，你不会悲观对不对？有的人就是思考的多了，做的少了；有的人就是干的多了，然后想的少了。他这两种情况都会悲观。看不见的一些隐形的力量是支撑我们这作为人的一些基础。比如说一些信念，有的时候你坚信我能做到一件事情你才有可能去做到。你首先你一开始你自己你感觉现在我就这么一个现状我怎么去创造未来那你根本就永远都不可能做到，因为你自己都不相信这就是一种相信的力量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是不是？你自己都不想努力改变，你永远也改变不了，是不是？对，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它不在于这种看得见的东西这些就往往就是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在改变我们是不是？你看你人为什么有干劲？这人都是人，你要是从外表看的话，你一个人我一个人但是你确定每个人都能干这么累的活吗？对不对？这就有时候外表跟他这个内力是内在你的体重应该很轻哦。对呀有110没有？110应该有，120老是差一点吃得消吗？这个活干这几年了这活反正累的话还不现在才开始累就开始生活来了今天大概有多少件？今天我们每天都不知道的，每天不知道，每天都得来了货以后送过来以后才知道。对，但是送过来以后，你要是你发现你这个量根本干不完了，就干不完就请人嘛，就在群里头交，群里面交。这样一个机器多少钱啊？
这样一个机器新的也就1800来块吧。1800来块。那个炉子那个机器稍微贵一点。包括那个吗？没有，就单独的一个台子。哦，单成一个台子。嗯。这是个烫衣台是吧？对对对，这不是单独的，这是单独的。你这个下面这个是个什么机器啊？就这个台子跟这个是抽风嘛，就是你烫的时候产生热气会出到手嘛。哦，它往下面抽风。对对，它往下面抽。哦，这个抽风。抽了以后，你第一个工作好操作一点，第二个它产生的热气也可以把它抽走嘛。抽走。你不然的话会烫到手啊。哦，这个抽风的。然后那个就是产生蒸汽的是吧？对对对，那边就是烧炉子嘛，烧开热气，烧开水产生蒸汽。对，就是主要就是这两个机器。对，主要就是这两个机器。就这两个机器。然后这个是把那个热风排出去。热风排出去啊。对。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它的载体嘛，就把这个热气。这个机器贵吗？这个机器稍微比台子要贵一点，这个差不多一般就是3000多左右吧，3000多。那确实投资不大哈，对吧？投资不大，租一个房子就可以开干，自己最大的投资嘛，自己就是最大的投资，劳动力就是最大的投资。我就觉得我现在是我们这一辈中间，目前来说混的是最差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个说法，这个叫上升空间很大，是不是？上升空间怎么说呢？不好谈，反正我只是说我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这里就是体现了我们那里的人就有一种这种不服输的劲。我同一辈的我的哥哥姐姐都混得比我好，我怎么能我自己最差呢？我就是。你是哪一年的？我是00年的，2000年的。2000年的。对。今年2024年，24岁。对。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来做这一块的？据我了解，00后做这个行业的已经很少了。对，00后做这个行业的是很少，但是我是父母的话，父母之前就是在这个行业。啊，他们之前做这个行业？对，在广州吗？对，就在广州，就在这块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不是这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村子附近嘛。啊，那他们现在又回老家了吗？还是？他们现在回老家了。回老家了？对。那你现在是接了父母的班？是他们带你入行的还是？对。算是带我入的服装这一行嘛。你是哪一年开始来做这个？就差不多16、17年吧。16、17年。对，因为我之前也有在别的行业。对，就是。那你尝试过吧？那你初中毕业嘛？00年的初中就毕业了。对对对。就没上学了。对。为什么没上学了？为什么没上学？就是。当时学业压力有点大吧，因为我是属于在那种心态又比较急的那种，然后我又是属于在那种比较好的班级里头当差生，对，就感觉自己压力确实有点大。压力大。我在想，如果当时我就是选一个稍微差一点的班的话，可能再怎么着，肯定这个学就没那么大压力的话，这个学肯定可以上下去嘛。就是你自己不愿意学了是吧？就觉得压力大了是吧？对对对，主要是英语有点不太好。英语不好。对，而且那个时候英语是，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我们那个时候英语是主科嘛。是不是语数外嘛？然后父母当时没有表达一些不同的意见吗？怎么说呢？父母肯定会表达意见，但是。农村出来的父母，他一般很难的跟你沟通，他总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就会告诉你，哎呀，自己有多累啊，或者是。对对对，但是他没有从你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知道吧？他就是可能考虑的不太全面嘛，不太周到。你当时跟他们说不读书的时候，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就。比较吃惊嘛，因为比较吃惊，对，确实比较吃惊，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就是有很多，一般都是2个孩子嘛，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嘛，以前计划生育，然后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大的，就是姐姐嘛，一般都是姐姐没有上学了以后，一般来说弟弟的话一般都会上学，上到大学，然后甚至于继续深造。那你姐姐呢？也是我姐姐也没有也没上过什么学，也没上学。对，所以我父母就感觉有点吃惊，因为我姐没上学的话，他们觉得也不算特别惊奇吧，因为
村里头都是这样的模式是吧？很多都是女孩子没有上多高的学啊，然后男孩子的话就很多都是至少高中嘛，高中啊大学啊就这样。那你当时就没读书以后就去做什么了？就直接来了这个行业吗？还是说去？就是有很多行业都尝试过，然后我送过外卖，然后做过厨子，学习过厨子，学习过厨子。对对对，确实学习过。然后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伯伯给我找了一个行业，就是卤菜，然后我自己去卖过。卖卤菜。当时我也是感觉可能比较要面子吧。我觉得一个00后的男孩子，天天那么小，天天在菜市场里头卖菜我就觉得确实很丢面子嘛。然后就但是你当时辍学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你这个年龄不读书了该干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有思考过，但是因为我们大概率会进入服装行业。我们那边很多都是做服装的，我了解的话，对，基本上都是做服装的，要不就去做装修，就这两大主业。对啊，所以说你那时候没读书的时候，就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以后该干什么？只是考虑自己可能会进入服装行业，至于更久远的规划确实没有。那个时候心智没有那么成熟嘛。现在问我的话，我对你现在回头来看，觉得这个决定是怎么样一个理解？现在回头来看，那个决定其实感觉很幼稚，你知道吧？这确实感觉自己，第一个自己当时考虑的东西比较少，第二个父母他也没有考虑到你的顾虑，知道吧？就是他只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讲，然后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嘛。你那个时候是不是父母在广州这边打工做服装行业，然后你跟你姐姐在家里面差不多就是留守儿童这样子，是不是？对。基本上是这样，但是我跟我姐隔6岁，她下学也比较早，基本上就是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她就基本上已经下学了。那你是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吗？还是也没有，就是寄宿。对。但是你觉得这种管的话，跟父母的这种管是不是有区别？怎么说呢？我没有办法区分，因为我从小上学就是这样的。从小就是这样。从开始上学起就是这样的。除了幼儿园那是离家比较近，那没有什么思考，没有什么思想然后从你记事开始，然后就从上小学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这样一个模式。对，一个宿管阿姨，她是不是至少要管1层楼？对不对？1层楼那里有多少个小孩？你们班上你辍学以后有没有了解一下你们其他同学有没有辍学的？没有，因为我辍学以后，我感觉比较丢人嘛，因为比较丢人，就没跟同学联系了。对，基本上从来没跟同学联系过。联系过我也就比如说我辍学以后，我会跟我小学同学就也没联系，就是只是加了个群然后我基本上这样的话，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啥时候辍的学嘛，就是这样的。这样子。就对，就比较感觉比较丢面子嘛。确实是的，因为反正我感觉的话，应该是不多。也会有，就是比较但他们那种辍学就是学习成绩比较差的，有的在我们那个学校的话，他不属于那种公立，他会放弃一些学习成绩特别差的，不属于私立学校。对，私立那个学校的话，就怎么说呢？在我们那个市区的话还可以，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每年有几个名额是可以直接跟那个是西安交大还是西安科技大学吧，就每年有几个名额，几个保送的名额是吧？就初中嘛，你看初3上完以后就可以直接去上大学的那种就还可以的那个学校但是它有一个差班，就是你到6年级以后，不到初1以后还在学6年级的那种，这是最差的班。然后也有可能辍学的吧，就是因为确实感觉太跟不上了，也应该是有，因为我好像记得我原来上学的时候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像我这样的应该是比较少。我这属于在那种好班里头当差生。对，当差生压力就比较大嘛。你是从小学习成绩都一般呢，还是说到了中学以后会差一点呢？我到中学以后确实差一点，但是主要是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小学的时候英语还不是那么主流嘛，一般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语数比较重要嘛
到了初中以后又加了一门重要的就是外语嘛，是不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吃力，那不夸张的说。那你为什么会给你分到好班里面去了呢？因为那个学校初中也要面试，但是他最开始面试的时候只考语文和数学。但是相当于是你进入初中以后又加了一门嘛，是不是？然后是不是你的其他同学都有去补课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补课这方面的话也都有补，我们自己也有补。对，我们那边的话，这个风气就是这样的，就基本上现在不管怎么样，就是人家说的再穷不能穷教育，你不管家里再怎么穷的人，都要孩子去全部去补课。虽然说现在国家不是出了那个政策嘛，双减，但是现在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对，我一样的。今天跟他们聊一天以后，他们就在说，就不想让孩子进入这个行业嘛，所以说他们无论自己过得再苦，但是孩子的钱，孩子该教育的钱都是给供上的。对呀，他们都这样讲。我们那边的人的话，反正都是这样的。不管你多穷，我就是有的人甚至于借钱，他都会，比如说把自己的小孩让他去上好学校搞好一点的补习班呐。那你当时上那个私立学校是不是学费也挺贵的？学费的话也还好吧，还好，就是比公立的肯定没办法比嘛。反正我记得我当时上的时候，就差不多一学期就是学费的话是3000多，我不知道算是个什么标准。还好，也才3000多还好。对，3000多的话也不是很贵吧，然后但是加上你的一些平时的一些生活费用就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是开支有点大的。你想想，那只是一季嘛，一年的话呢，是不是？你还有生活费啊，像对呀。所以说这已经是差不多承受的极限了。我记得当时那个年代，父母的工资也不高吧？你知不知道你当时上学这个时期，你父母的工资大概一个月能挣到多少？一个月，怎么说呢？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话都不是按照月结的，这个东西不太好说。不太好说。对啊，因为他忙的时候就工资肯定会高一点，甚至于可能差1倍都会有。所以我也没办法说一个准确的数字。那你姐姐那时候是辍学是什么原因啊？我姐姐辍学，她就是感觉有点普遍性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女孩子不是我刚刚说了吗？她们就是会先一步的辍学，她们辍学以后就是在外面也入了这一行。啥原因呢？为什么要先一步辍学呢？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像我姐姐，就是她原来讲过，她就是看到别人下学了以后，人家自己出去打工挣钱了，然后过年的时候回去穿得光鲜亮丽，然后就感觉人家自己挣钱买花带的感觉就比较好然后我们家当时也比较穷嘛，就是这样嘛。所以他就辍学了我姐现在也是经常为这个事情还在说我爸妈，她也是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她也经常就情感控制不住。我也是，我也不想讲这个事情，因为她讲她哭还好一点，我一个男孩子我确实。那你辍完学以后，你说你刚才说去卖过卤肉，之后还做过一些什么东西是？我进过电子厂，然后去跑过外卖然后就这个行业了。然后就怎么又想到来这个行业呢？怎么说呢？这个行业里头有很多熟悉的人，就可以有。你知不知道你来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很辛苦呢？我知道很辛苦。知道很辛苦。对，因为我父母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嘛，就肯定知道这个行业辛苦。但是这个行业它有一点好的，就是像我们这种的话，就会稍微。当时来想的话，当时的想法就感觉稍微自由一点，因为毕竟厂里上班会有人管嘛，对不对？但是现在看来，你要想挣更多的钱，是没有人管了，现在得自己管自己。自己鞭策自己是吧？对呀，得自己管自己。自己把枷锁套在脖子上走是吧？虽然没人抽你了，但是你为了挣钱，为了生活，你自己还得去努力啊。对。